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。有网友问我，怎么才能做出不开裂的蛋糕卷？决定蛋糕卷成功或者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一片蛋糕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从如何做出一片非常有弹性、非常松软，怎么卷都不会裂的蛋糕胚开始，做一个详细的讲解。相信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也可以做出一份完美的蛋糕卷。4个鸡蛋，先分离蛋白和蛋黄，请忽略我今天一再不小心弄破的蛋黄。蛋黄先把它放在一边，蛋清呢，先放去冰箱冷冻。另外取一个容器，倒入40克的玉米油、40克的牛奶、20克的砂糖，用蛋抽把它们充分的搅打均匀。何谓充分的搅打均匀呢？就是在液体的表面你看不到油花。接着筛入45克的低筋面粉，然后继续用蛋抽，像我这样用画 Z 字形的手法，把面粉和液体充分的混合拌匀。要注意的是，不要画圈搅拌。拌好的面糊很细腻，有一定的粘稠度，提起面糊可以缓慢的滴落，然后就加入4个蛋黄，继续用 Z 字形的手法把它们混合拌匀。这个时候的面糊呢，同样是非常细腻的，但是具有很好的流动性的。从冷冻室里取出蛋清，我们可以看到蛋清和打蛋盆周围连接的地方有一些冰渣，不用解冻，直接倒入3到4克的柠檬汁，再加入另外20克的砂糖，用电动打蛋器低速把蛋白进行打发。我觉得低速打发蛋白更稳定。当蛋白打发到这样接近于湿性发泡的时候，加入5克的玉米淀粉，继续用低速打发。加入玉米淀粉有助于让蛋白更加的稳定，更不容易消泡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蛋白光泽度非常的好，一直打发到差不多中性发泡的状态，也就是提起打蛋器会有一个自然下垂的小弯角的状态。蛋白如果打发过度的话呢，一来容易出现结块、拌不均匀的情况，而且也是蛋糕卷开裂的因素之一。二来呢，会导致最后的面糊缺乏好的流动性。如果蛋白打发的不够呢，它又不足以支撑蛋糕在烤箱里能够足够的膨胀，所以蛋糕又会不够松软。那这样到最后卷的过程中必然是要开裂的。我们再来看一眼这个蛋白霜，光泽真的是非常的好，而且非常的稳定。基本上新手操作，只要手法正确，也不容易消泡。我们先取大概1/3的蛋白霜加入蛋黄糊内，然后用蛋抽把它们翻拌均匀。这里呢，不要求100%的拌匀，只是大致拌匀，就可以把它们倒回刚刚剩余的蛋白霜内。我一般都习惯先用蛋抽把它们大致的混合均匀以后，才改用橡皮刮刀，用抄底的方式贴着盆底把面糊捞起，然后再压回去其他的面糊中。这样几次以后呢，基本上面糊就已经完全的混合拌匀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拌好的面糊的质感是感觉非常的蓬松，非常的细腻的。然后就从高处把它们导入已经铺了油布的烤盘中，并且让它们均匀的舒展开。可以使用刮板或者是橡皮刮刀来进行辅助。接着我们在桌面上轻震几下面糊，震出大气泡以后，就可以把它们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中层155摄氏度烤30分钟。出炉以后，重重的把它们摔在桌面上，拎着油布小心的把它们移出烤盘。不烫熟以后呢，可以在表面覆盖一张烘焙纸，把它们倒转过来，撕掉后面的油布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俗称的毛巾面，粗看之下呢，有点像毛巾一样的组织。这个蛋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软，非常非常的蓬松，你怎么折腾它，它都不会粘皮。我都不忍心去大力的捏它。你们看我这么粗鲁的对待它，它也不裂、不碎、不断。所以呢，对新手而言，它真的是非常的好卷。看了我的视频，如果你也做出了完美的蛋糕卷，记得来交功课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